作为 ES8 车主，我今天非常客观的带大家看看这辆第2代的 ES8，还会有一辆未来全新的车型 EC7。首先你要知道这辆车呢是一辆轿跑，所以呢点赞、评论、关注，走起来，咱们看车。 这个车，如果你在大街上看的话，你会发现跟第1代的 ES8 已经完全不是一辆车了，因为它这个现在用的是整个 NT 2.0系列的设计语言，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它用的是 ET7 上面那一套。现在这款车的车长呢是5099，比老款的 ES8 要长一点点，然后它的车高呢又比 ES8 要矮一点点，而且现在其实它这个空悬还是调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这个车你看上去从侧面你会觉得这个车巨长无比，就像一个战舰一样。 那种感觉，其实除了外观内饰的变化，新的东西有非常多啊。首先就是它这个大灯，现在这个灯呢用的是就是 BBA 特别喜欢那套 ADB 的那个智能矩阵多光束的大灯，但是这个灯不同的是，它是拿了这个激光雷达的数据给融合集合在一起去做的。也就是说，500米之外，如果有一个人的话，它都可以识别你，然后把你这个人眼前的那束光给灭掉。所以其实这个在实际应用中，原则上更可以保证我们夜间行车的安全。整个这个前引擎呢不是很长，因为它前面没有发动机嘛，然后在这个1/3的地方，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下沉，这样的话让这个车会比较有力量感。然后它从侧面这个位置呢，做了2个很有力的隆起，有那么一点点像保时捷啊。总之就是，其实从车头来看的话，它是尽可能做出这种有力的感觉了。那侧面其实这边翼子板这儿，它跟这个摄像头融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新的设计。它整个这样的话，其实就比较符合这个 NT 2.0设计的语言，就是很纯粹的风格。那现在这辆车选的是一个21寸的轮圈6活塞的卡钳，这个是标配。其实这块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从 A 柱一直到最后，整个看底下这条线一直是平的。这个之前其实我们聊过，一般就是像豪华大型 SUV 特别喜欢用地平线的设计，因为会显得这辆车的气势很磅礴，你的心胸很宽广，你们懂吧？那现在整个 ES8 在这个车的上半部分是一个无镀铬设计，车尾的话就是用了2.0设计的贯穿尾灯的风格嘛，但其实说实话，哎呀，让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车尾吧，因为我还是很喜欢老款 ES8 整个非常有特点的那个尾灯的。其实，老款 ES8 前面它那个 X bar 在新款上面它也是有保留的。如果你刚才仔细看我们前脸那个空镜，你能看出它是把 X bar 隐藏在里面的。所以其实前脸看上去，我觉得还是蛮有气势的。就是尾灯的话，我觉得变化还是有点大，让我心里有一点点不舍得跟我那个以前的尾巴 say goodbye。然后这个整个现在也是一个隐藏式雨刷的设计，方方面面都是往纯粹简约这个风格去靠拢了。因为现在这个车呢都是要拿去参加 Neo Day 的，所以我们不能上车，我们只能在外边观赏一下。这个内饰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多可说的，它还是用了 ET7 上面的那一套嘛。但是它是因为它是 SUV 车型，所以相对来说也做了一些改变的风格。除了美观和舒适度，还会有2个特别显著的提升，一个就是氛围灯肯定会比以前漂亮很多，因为 ET7 上那个氛围灯调的就很高级，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有一点就是它音响从以前的1100瓦变成了现在的2230瓦，而且用的是杜比全景声，用的也是3D 的扬声器。2排的表现变化也很大，它的2排座椅变得宽了很多。我那辆 ES8 的座椅完全没有这么宽，虽然我没有什么数据支持。这辆车呢是一个有中间通道版本，跟我的车是一样的，所以很明显就是它的扶手是完全不一样的，加了很多多功能性，可以放杯托啊、放水杯之类的，而且看上去要更大了。那另外就是它整个这个中控台的部位，它在下面做了一个掏空，然后现在隐约可以看到它掏空下面有一个氛围灯。这个氛围灯我看了一下，他们官方管叫围炉液化，就是他想把它做成那种暖烘烘烤火的感觉。算是我觉得还挺浪漫的吧，算是有一个设计的点。那其实它还有一个版本，就是说把这个过道封上是一个中央扶手版，那中央扶手呢就可以提供各样的这种舒适性的配置，然后你可以再选装冰箱之类的。这辆车动力总成呢用的还是 ET7 那套双电机4驱，综合的总功率是480千瓦，0到100公里加速是4.1秒。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升级啊，就是这辆 ES8 呢，以前是单腔的空悬，对吧？现在它用到了双腔空悬。G9 已经不是唯一一个用双腔空悬的新势力的车了。以后今天的第2台车，全新的 EC7。首先你要知道这辆车呢是一辆轿跑 SUV。虽然EC6的销量一般，但是呢这辆车一出，你很明显的能感觉到未来是想把这个 C 线做到极致了。这辆车呢跟我们一般理解中的酷配
SUV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一般很多酷配的车型，我们第一想到就是它有一个非常优雅的长鼻造型，但是这个车啊，你从侧面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个 EC7 的鼻子感觉很短呢？因为以前就是前面换发动机嘛，这辆车是一个新能源的车，它前面什么都没有，顶多就有一个前备箱，我觉得这点挺有意思的。这一点可以说是新能源车的设计语言的一个新的开创，是一个21寸的轮毂，选了一个6活塞的卡钳，所以其实它制动也很厉害，只有33.9米。它大灯还有它整个这边翼子板的设计也跟那辆新一代的 ES8 都是一样的。内饰呢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它用的还是整个新一代的这个设计风格，最主要的就是环抱式的设计语言。那后排的话，其实主要想说2个点，一个呢就是虽然它是一个酷配 SUV， 但是你们能看到，其实它整个头部空间的表现还是很好的。第二个点就是它现在这个整个的天幕是第一次用了灰黑的这种中性天幕，而且是可以智能5档可调的。然后它也会设计就是手动的调节的档位，但是它现在没有确定要具体几档。其实这辆 EC7 啊，未来用了很多第一次在上面。刚才我们说那个天窗可调，这个也是一个主动式的尾翼，它是2档可调。第一档呢是在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它是自动打开，主要就是为了去减少阻力。那还有一档，第2档呢，就是在17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它主要是可以提供63公斤的下压力。但是呢，170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想想是什么场合你才会跑这么快？双电机4驱，然后最大的综合功率是480千瓦，然后它整个的100公里加速也是3.8秒。这次的 NIO Day 呢，未来就会发布这2款全新的车型，不知道看完之后你们感觉怎么样啊？先说那个 EC7 吧。其实本来呢，这个轿跑 SUV 就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因为未来这个品牌它是有这个实力去做轿跑 SUV 的。酷配车型大家都懂得吧？它就是一个比较贵族，相对来说比较优雅的事儿，所以其实很符合未来用户的调性。那说到这辆第2代的 ES8 呢，我的心情其实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我是1代的这个车主。你们知道我未来 App 里面有多少积分吗？我有差不多30万积分。就是因为当时是买了那个100度电，然后当时没有100度电，每隔1天吧，我记得是，然后送你200积分。我相信对于每一个买最开始第1代 ES8 的人来说，未来对于他们的这种感觉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 ES8 相对来说出的比较早，应该我记得从2018年5月才是第一次交付，到今天其实将近5年的时间啊，而且那个时候用那么多钱去买那个车，其实价格还是挺高的，所以ES8 车主一方面是说他去拥有未来的一个旗舰的 SUV 车型，那另一方面其实也代表了买这些车的人他对未来这个品牌有着一个很大的信心。所以其实当这个 ES8 车型换代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一个老车主心里都会有一点点的不舍。其实这辆车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不是一个 ES8 车主，我会觉得这辆车比老款的 ES8 确实好看，而且它的功能它的整个素质还是要强大很多的。但是如果我是一个 ES8 车主，那我会觉得它确实跟其他的未来的车型有一点趋同了。作为未来来说，它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整个这套设计语言是完整的用在它所有的产品线上的。但是这辆车现在摆在面前，永远还是那句话，比图片要好看一点。